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中文课堂。今天我们一起了解中国人口的重大变化。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，有大约14亿人。但是2022年发生了一件大事，中国的死亡人数第一次超过了出生人数，这意味着中国的总人口开始减少。这是过去60年来的第一次。专家预测，如果这种趋势继续，到2100年，中国人口可能会减少将近一半。人口减少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很大的挑战。让我们来详细了解这些问题，以及中国是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的。人口减少的3大挑战。劳动力减少。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，因为它生产了世界上许多产品，比如手机、衣服和汽车，这需要大量的工人。但是随着人口减少，年轻工人的数量会越来越少，这可能会让中国的制造业变弱，影响经济发展。例如，中国的经济中制造业占30%，如果劳动力减少，工厂可能无法生产那么多产品，经济可能增长得更慢。当然，随着机器人的运用，这些问题也许可以在未来有所改变。人口老龄化。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，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少，老年人越来越多，这种现象叫人口老龄化。在过去，中国的人口金字塔底部宽，年轻人多，顶部窄，老年人少。但现在底部变窄，新生儿少，顶部变宽，老年人多。这意味着更少的年轻人需要照顾更多的父母和祖父母，给社会和家庭带来很大压力。4-2-1家庭结构。由于过去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，很多家庭形成了4-2-1结构。一对年轻夫妇需要照顾双方的父母和他们的孩子，这让年轻夫妇感到经济压力和生活压力很大。例如，年轻人需要支付房贷、孩子的教育费用，还要照顾老人的医疗和生活费用，这让很多人觉得养育多个孩子太难。政府的应对措施。为了解决人口减少的问题，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，改变生育政策。2016年结束了独生子女政策，允许所有家庭生2个孩子。2021年进一步允许家庭生3个或更多孩子，但是这些政策效果不大。很多年轻人因为生活成本高和工作压力大，不愿意多生孩子。一项调查显示，超过50%的年轻人只想生1个孩子。鼓励生育的措施。政府尝试了其他方法，比如提供生育补贴，给生孩子的家庭一些钱，延长产假，让妈妈有更多时间照顾新生儿，资助幼儿园，降低养育孩子的费用。尽管如此，这些措施的效果有限。养育孩子不仅是钱的问题，还需要时间和精力。很多年轻人觉得养孩子是一项长期投入，压力太大。未来的影响。中国的人口问题不只是关于生育或老龄化，还与经济和社会保障有关。以下是一些重要的影响。经济挑战。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许多发达国家低，
说明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还有提升空间。特别是在农村地区，很多人没有享受到经济快速增长的好处，社会保障不足。中国还没有完善的医疗和养老系统来支持越来越多的老年人，这需要时间和资金来建设，但经济增速放缓让这个问题更难解决。全球地位的变化，人口减少可能会影响中国作为制造业强国的地位。如果劳动力减少，中国的产品出口可能会下降，这也会影响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。与其他国家的对比，亚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，比如日本和德国，也面临人口减少的问题，但中国的变化速度更快。40年前，中国利用庞大的人口成为经济强国，现在人口减少迫使中国重新思考未来。中国的人口挑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，涉及生育、老龄化、经济和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。低生育率和快速老龄化不仅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全球地位，还给普通家庭带来了更大的生活压力。尽管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鼓励生育，但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文化观念的变化使得问题难以快速解决。未来，中国需要找到平衡经济发展和社会支持的方法，同时为年轻人和老年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。这个挑战不仅是中国的，也是全球许多国家都需要面对的。学习这些问题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和世界的未来。如果您看到这里，我想对您说，谢谢您，请您点赞、分享、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